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受藏海青天剑左灵台博士，则令其兼修皇陵，钦此。藏海接旨领命。恭喜恭喜啊，藏海！你的八字与先帝相合，又有堪舆法事之才，这刚入侯府不久，便委以如此重任，日后必将前途无量啊！多谢楚大人。楚怀明说你八字与先帝相合，我估计他们就是想让我为先帝殉葬。我一出毒计呀！这种计谋恐怕不是楚怀明这种脓包能想得出来的。小海，你惹怒杨真，逼他们出手，只能应战。可是他们要的是你的命。不行，我敲招一下，与你一同前去。哎，师傅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他们就不会杀我了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，一旦他们出手，就会露出破绽，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，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你这也太危险了，做事要留后手。哎，师傅，来，您坐下。修缮皇陵需要3个月，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是安全的。公事完毕，才有可能会被殉葬。师傅，我需要你帮我办2件事。你说的这个法子虽然可行，但不能保证一定成功。我想了很久，能逃出来的法子只有这一个。虽然是在冒险，但我觉得可以一赌。那第2件事呢？师傅，您的本事应该好久都没有施展过了，不觉得技痒吗？码得紧一点啊，尤其这个。对，是这个吧？哎，这是。楚大人，楚大人，既然藏大人已经到了，便赶紧帮朝廷解决这道难题吧。
大人，您不是让我解决先帝血灵一事吗？大人，请看。您请细看。哪儿来这么多水啊？先帝棺椁位移一事，便是地水所致。地水如潮汐一样，夜长日落，而打造先帝的棺椁所用的金丝楠木，便是最为极品的软木，遇水则浮。水若够高，棺椁便会脱离龙山石，在寝殿里来回飘动。棺椁在地水的推动下，在石门上来回撞击，声音被人听见，误以为先帝显灵。白天雨停，地水回落，这寝殿里剩余的积水，便从木门的缝隙中慢慢流向前殿而消散，最后，这棺椁自然就堵在了这里。大人若是不信，看看这墙上的水字的高度，便知了。地水夜长日落，我岂能不知？每日都有的事，为何寝殿今日才透水？大人难道不知道5年前幽河改道，便是从皇陵附近经过？白天还好说，一到了晚上，幽河上涨，再加上先帝的陵寝位于皇陵的最深处。一旦遇上连日暴雨，便会岌岌可危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皇陵是何等重地，就算是地水再上游，也不应该渗进来这么多水，更别提还能把棺椁浮起来了。难不成皇陵在幽河改道之后？根本就没有增加防水的工序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楚大人，既封我为青天剑左灵台博士，我只是在想，皇陵应该如何修葺。那你想好了吗？幽河改道导致地水泛滥，已无可避免。眼下能做的，只能是将缺少的防水工序重新补回去。好，就依你说的办，该怎么修就怎么修。你们听好了，以后要听臧大人的吩咐。是。臧海，好好干，皇陵修好了，自有你的好去处。谢大人。日中则仄，月盈则时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妹儿，这可是难得的虎娘，你可千万别闻不出来呀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回禀大人，这畜生不知为何受惊了，他不走了。
司马真是不凡呐！身居通人性，万般皆是命啊！好马，好马！什么人？竟敢随夜惊扰尊驾，有一张眼睛吗？贫道确实有眼无珠啊！如此宝马，其主定非凡人。贫道不敢冒犯，不敢冒犯啊！贫道云游四海，今日初到京城，便能遇到这般大人物，真是荣幸之至啊！隔着马车都能感受到一股轩昂之气，有万军之势滚滚而来。哎呀！只是这其中隐约透出煞气，溢散在大人周身。看来大人近日遭遇命坎，恐有不测呀！大人，你放肆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贫道不敢妄言，天下万事一饮一啄，皆有命数啊！大人越是身居高位，越是命坎加深呐！一派胡言！哎呀！啊！信不信我现在就割了你的喉？曲江，不用理他，走。走。此坎若不化解，恐怕会引火烧身，轻则官路不畅，重则有性命之危啊！胡爷，您别把那要人的话放在心上。现在就让他彻底消失。把他带来。是。既然你会算命，那能不能算出你此行的吉凶？大人，老祖宗的规矩，做我们这行的，不能给自己算。你可知道，你之前说的话，足可以让我杀了你。哎，贫道只是将心中所见如实相告，想祝大人逢凶化吉。大人为何要杀了贫道啊？你之前说什么？我周身环绕煞气，又有命坎要过，你就是个满嘴胡言的江湖骗子。贫道云游四海，卜卦算命多年，一来不愁衣食，二来所与大人素昧平生，何必编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来招惹大人，引火烧身呢？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，哎呀，说吧。你要说的有道理，我就放了你；若说错一个字，你今日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贫道明白，贫道明白。大人若要验证吉凶，不妨先求上一签，等看了签，贫道再细细道来。
大人，如何呀？第24签，下签。果然如此啊！且听贫道解释给大人听。彼此居家，只一山，如何似隔鬼门关？庙堂之高无所诉，青山不宁，祸不单。哎呀，大人，如此煞签，只怕是有阴魂阻碍啊，以至于官星逢冲，水土生变。说明白点儿。大人，您想想，最近可曾有什么阴宅风水之事牵连呀？这埋在土里的变故，便是贫道所说的命坎。有九泉之下的逝者不宁冲撞了大人的官路。若大人坐视不管，不但与大人的仕途有损，恐怕还会殃及令郎。你既说可以替我化解此煞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麻烦大人拿些炭火给我，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。谢大人。叩请九天玄女娘娘。太上天师，北斗星尊，脚踏祥云来此坐镇，祖师爷显灵啦！大人，贫道已请祖师爷降神下凡，来助大人逢凶化吉。先将此签焚烧，以观后效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签怎么从火里蹦出来了？火里蹦出来了？难道大人是霹雳火命之人？火遇火，变故生。大人快看看此签可有变化？这签，大人，绝了！绝了！刚才是24，现在是46，果真有了转机。这46签中平签，签书曰：“思量无际重重险，忽有灾事误近前。将死未死翻身处，吉星天降越关山。”恭喜大人呐！何来之喜啊？这签的意思是，已有吉星下凡，来助大人渡过难关。在他将死未死之时，会显露真身，倒是大人自会知晓。吉星，看来这命坎无需贫道化解。大人命理之中自有转机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贫道在此间事已了。哎，大人命数贵，贫道想起命来要比寻常人更难，更伤神。若大人能赏贫道点压口钱，买些给他。谢大人，祝大人官运亨通，吉星高照。
大人，您谢大人，谢大人。艰难险阻路蹊跷，南鸟孤飞依北朝。今日贵人曾识面，相逢却在死生交。哎。大人，请将刚才那支签交于贫道。谢大人。大人，先将此签焚烧，以观后效。准备好。哎。1、2、3。我的眼睛！啊！我的眼睛！啊！我见了！你们千万不要乱动啊！我来想办法。他们俩是出不去的，你别管我了，快走吧！你有办法，你相信我，你有办法。恩公，林金豪，你个狗东西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大人，有人出来了。
去禀报侯爷。是。你过来。草民藏海，拜见大人。你怎么会知道皇陵机关的破解之术？修建皇陵的工事是极为保密的，只有当年修建皇陵的工匠才知道。难不成你是他们的后代，想伺机盗墓？大人，小人困惑。您既要找能够活着走出地宫的风水先生，却又质疑他们名不副实，难道您不信风水之说？你少跟我在这儿逞口舌之快，快说，怎么出来的？草民只是破解了地宫中断骨涛的机关，这断骨涛本就罕见，自然是要用特别的方式来排列。这墓道中是用一整兽坐镇，自然是用九星位法来布置机关。那么断骨涛也是依照这样的规律。你竟然懂得九星位法？九星位法是官家修领的秘术，我们民间手艺人不过是懂些皮毛而已，和大人们自然是没有办法相比。草民也只是性命攸关之际，胡乱猜中，幸得神婆庇佑罢了。乡间杂学，怎么能够和我们正统相比？你那些庞杂学说能触到一点堪舆之术的门道，也算是你幸运。不过，侯爷到。就是你解了墓道的机关。是。过来。草民藏海，拜见侯爷。那你告诉本侯，你可有办法解决太后下葬一事？有。侯爷，此人来路不明，让他办此事，恐怕有风险。能从墓道出来，就说明他有些本事。你的办法说来听听。回禀侯爷，太后下葬仪式，一场大雨过后，自然能解。为何一定是雨后？镇上坎下为雷水解卦，有险难缓解之意。雷雨俱弃，困局自然能解。今日会有雨吗？此处四面环山，形如复利，又正值初夏，南方暖流乘势而来。今日我看见草木湿润，暖流上升，冷气下沉，云雨必定势如万马，自天而下。他说的对吗？今日的确潮湿露重，但无聚气之象。按我们的论法，今天的雨一般一般。申时之前一定会下雨。青天剑对官家负责，说话要留有余地，不像你们这些旁门左道，为了骗人硬把5成说成10成。不是5成，是10成。这雨今日一定会下。去陵外，请孙公公进来。是。
孙公公到。哎呀，你说刚才好好的，眼见到门口了，却下起雨来了。侯爷，听说有人破了皇陵的机关，想必是有些办法了。正说这事儿呢。哦，你说中了。雨已下，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下葬的难题？回禀侯爷，此难题已有定论，只是草民不敢说。别废话，快说。草民在来此路上睡了一觉，熟睡时，李贵太妃托梦于我，她说，先帝与太后之情感动天地，她愿意成全先帝与太后的合葬之愿。你这乡野村夫，贵太妃怎么会托梦给你？草民方才在墓道中遭遇机关，险象环生，若非李贵太妃庇佑，我又怎么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来？大胆，让他说。但合葬乃风水大事，更何况是皇家陵园，若不顺应天意，轻则先人魂魄不安，重则动摇后代根基。所以，需在大雍疆土的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常燃明灯，再由皇室子孙守灯7期49日，方不动摇社稷。国朝300年，历代皇帝皇后驾崩，都要皇室子孙赴京奔丧。贵太妃的意思是，藩王们就不必回京了。是不能回京。为了大雍国祚永存，长明灯必须由皇室子孙亲自掌灯，特别是镇守东方的临淄王。东方青龙位，凡帝后驾崩，青龙位必定不稳，所以更需要临淄王亲自镇守。你说这些，都是贵太妃托梦于你，怎么知道这不是你胡说八道？草民所言句句属实。李贵太妃爱子心切，更是她识大体，不忍皇上为难，自愿搬出，成全太后与先帝合葬。她明日午时前便会显灵。侯爷，不妨再等等，明日便可见分晓。你让本侯等你，凭什么？就凭你这条贱命？草民的贱命微不足道，但若侯爷没有更好的选择，不妨在草民身上赌一把。孙公公，您看这事儿，既然是贵太妃托梦了，那我就先回去静候了。若明日真有此事，我会如实禀告皇上，请皇上定夺。劳烦孙公公。知道这太监是什么人吗？回侯爷，是皇上身边的人。不错。不管之前多少风水先生出了多少主意，这孙公公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，但这次你说的话，他听进去了。知道为何？或许是皇上心中早已有了主意。确实挺聪明。
不过说法归说法，本侯看的是结果。侯爷，草民还有一事相求，可否让我进到内殿去？草民也好给李贵太妃回个信儿。内殿岂是你这种人可以随便进出的？带他进去。侯爷，无需多说，我们就看看贵太妃明天会不会显灵吧。跟我来。曲江，查查他的底。是。这儿就是陵寝了。大的是先帝的棺椁，小的就是李贵太妃的棺椁。你能有幸来这儿瞻仰，就算明儿个死了，这辈子也无憾了。请问大人，为何这主殿里面会如此潮湿啊？哼，地下哪有不潮的呀？少见多怪。看够了没有？还请大人稍等片刻，草民想给贵太妃磕个头，回个话。哼。草民藏海给贵太妃磕头了，谢贵太妃庇佑草民大难不死。磕头都磕错了方向，扰了贵人的清静，你担得起吗？草民已将贵太妃的心愿转达，不负所托。行了，走吧。是。祥然进，5时就过去了。贵太妃再不显灵，你去陪葬吧。请侯爷放心，李贵太妃一定会显灵。侯爷，贵太妃的棺椁往前塌了。恭喜皇上，恭喜侯爷！李贵太妃兰心慧性，至善至美，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！多谢贵太妃成全。
谢贵太妃成全。谢贵太妃成全。把门关上。你就是我的第3位师傅。怎么，没想过你的新师傅会是个女人？我是六初。六初师傅，你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高明师傅让我给您带的。先放着吧。您要教我什么？怎么，他们没告诉你吗？哦，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，我还以为您特别可怕呢。那你觉得我可怕吗？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。你今天啊，只需学会一件事：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，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不过，如果你学不会啊，也没有关系。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，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的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以为你是来叫我复仇的。啊，知道用痛苦去压制欲望，还不错。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，但往后啊，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，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了。将来的路上，你会遇到很多人，有男人、女人、敌人、友人。男人如石，刚强之力义不容辞；女人如水，温柔坚韧，情深似海。这情义2字，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。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。真心？连真心也要防备吗？你上次见你爹娘，是10年前了吧？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？其实啊，我和你也一样，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。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，可他们的样子，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。你说，
我这样算不孝吗？当然不是。你只是不忍想起而已。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，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。爹摘石榴，娘剥石榴，我吃石榴。那时候好快乐呀！我也是。我爱吃烤鸭，每当我爹发了俸禄，他就会上街给我买。可谁成想，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。如果有机会，我真想再见我爹娘一面，好把他们的模样记得更清楚些。我想，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吧。如果我是你的敌人，此刻你已经死了。抵抗欲望的诱惑不难，难的是抵抗情感的诱惑。这不公平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啊？许多事也没有机会重来。我明白了，我要把心封得更紧更密，一丝风都透不进来，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。可这么做还不够，你不仅要将自己包裹起来，还要把情绪练得炉火纯青，让人觉得你哭是真的，笑也是真的。这样一来，就没有人会发现我隐藏了真心，自然就不会有破绽。话虽这么说，但你做得到吗？我一定能做到。你还年轻，虽然聪明但骨子里却是个性情中人。这或许会成为你日后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，但也许会是你日后取胜的关键。走了。六叔师傅，那今日这一关，我算是过了吗？我这门课跟你那2位师傅的不同。情感之事，有些人生下来就会，有些人学一辈子也不明白。你记住，今日这一关你只过了一半，今后务必小心谨慎，切不可轻易动情。师傅，您又骗我！六叔师傅根本就没喝酒，我看是您想喝了吧？你六叔师傅在京城，见多识广，看不上咱们这儿的小酒也正常。那您就不担心我吗？六叔师傅那一关，我只过了一半。情感之事是需要天赋的。六出这关，你能过一半，已经仅次于我了。你看你星斗师傅，他那个心呀，简直就是一块石头，不然怎么会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啊？真不怕把自己闷坏了。他那样的人，谁也骗不了他。
而你呢，重感情，最容易被骗了。唉，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？哎，傻小子，活到老学到老，才是我们这行的为人之道。那我不是永远都赶不上您了？因为您比我老啊。你个臭小子，你骂谁老呢？你这，徒儿不敢，徒儿只是想快点学会师傅的本事。师傅讲，有句话叫“欲速则不达”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最厉害的本事，是用真话、实话来骗人。师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也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奥，后来亏吃的多了，才慢慢懂了。师傅的意思是，我仍需磨砺。师傅的意思是，你小子又被骗了。你师傅我天赋异禀，天生会骗人，你怎么能相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？太嫩了。来来来，给你。恩公，先生，好些年没来看你了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姐姐看，将军所。看来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。师傅们都待我很好。听他们说你学了不少本事，每天卯时起，亥时睡，从来不曾懈怠。你不觉得憋闷无聊吗？无聊的时候就数数庭中的砖和瓦。那地上有多少块砖呢3381块。房上有多少片瓦48300片。你家当晚死了多少人？我家有门生10人，被黑衣人所杀。我看着师兄狗剩被人拧断了脖子，我的妹妹、母亲均死在剑下。那晚，一共死了14人，距今3325天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心性依然坚固如常，恨意丝毫没有被消磨。你在这里无忧无虑，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淡忘。师父教我的，仇恨不用写在脸上，放在心里就好。心是自己的，别人看不见；脸在外面，人人能见。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，看看喜不喜欢。他就是你的仇人，平津侯庄如隐。没错，就是他，化成灰我都记得。平津侯戎马半生，手上沾满鲜血。他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生性谨慎多疑，无时无刻不穿着一件金丝软甲。他身边的护卫密不透风，
你要想杀他，难如登天，只能智取。那我要如何才能接近他？你要找个机会，成为他的幕僚。所以师父一直教我纵横之术。在平津侯身边有3个人，横在你与他之间。你要想真正的接近平津侯，必须先过了这3道关。此人名叫瞿娇，是平津侯的贴身侍卫，也是他的府兵统领。他专替平津侯杀人，手段极其凶残。杀我家人的，就是他。楚怀明，他原本是你父亲的属官，因能力平平，在钦天监难有出头之日，所以他背叛了你的父亲，投靠了平津侯。你父亲死后，他被平津侯扶上了钦天监监正之位。此人口蜜腹剑，行事卑鄙。你会堪舆之术，将来一定会被他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这个人叫杨真，是平津侯的第1幕僚。他就是当年将灭门伪造成盗匪劫杀，替平津侯瞒天过海之人。此人颇有心机，深受平津侯的器重。他也牢牢地把控着侯府的一众幕僚。你若是进了侯府，崭露头角，必会遭到他的打压。这是平津侯府的名册，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。侯府内错综复杂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恩公，您给我看这些，难道是我要回京城了？日奴还未出师，现在回京城是否为时尚早了？京城出了件大事，太后已于3日前驾崩，朝野哀痛。原来如此，这个机会稍纵即逝，只怕以后很难再有了。知奴，乾隆必须入渊了。明日，你便启程吧。智奴学艺多年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除了将你多年所学融会贯通，你还要格外谨慎，相机而动，才能在京城这波谲云诡之地保存自身，虚图复仇大计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身份，你要铭刻于心。从今以后，你只有一个名字：藏海。
你是不是心里在想，恩公跟兴东老儿在说什么呢？太后驾崩为什么是个好机会？师傅，您会和我一起去京城吗？当然了。真的？一想到要一直跟你待在一起，烦也烦死了。我不烦。师傅，吃白果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小子懂事。师傅，收拾好了吗？该走了。信了，师傅。高明师傅呢？他已经跟你的恩公走了。他也让我告诉你，不要因为感情而相信他人，那样只会让自己失望。志奴，师傅，您在叫谁？我叫藏海。从今以后，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奴。